今天重磅新闻，由于巴塞罗那正在进行主席选举，所以关于政治错综复杂。今天西班牙的先锋报就刊登了对前巴萨名宿主帅哈维的专访。沉默了近2年的哈维首次公开回应了许多内幕，而且炮轰说俱乐部内部的许多版本并非事实。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关于梅西没有回归的原因。另外，在采访中，哈维多次提到了一位人物，他的名字叫亚里杭德罗·埃切维里亚，他是巴萨主席拉波尔塔前妻的兄弟，没有巴萨的正式职务。虽然没有巴萨正式职务，但是拉波尔塔身边重要的幕僚，最重要的幕后人物。咱们先从关于梅西的事情说起。哈维说，我现在和梅西的关系很好，但我跟他聊的内容是私人谈话，考虑到他是梅西，影响力那么大，我不方便说我们俩聊了什么，但是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梅西是怎么想的，对吧？哈维这一句潜台词是提醒大家，梅西反对现任主席拉波尔塔，而支持哈维现在支持的候选人。好，哈维继续说关于梅西当时接近回归的事儿，在这件事情上，主席拉波尔塔没有说实话。当时梅西其实已经谈妥了。23年1月，梅西刚刚拿到世界杯冠军以后，我们取得联系。梅西告诉我自己有回归的愿望，我也认可。从1月份谈到3月份，我对他说，只要你点头确认，我就去告诉拉波尔塔。因为从竞技角度来说，我作为主教练完全认可这笔操作。随后，主席拉波尔塔就开始和梅西的父亲谈合同，我们也拿到了西甲方面的绿灯，但最后是拉波尔塔自己把一切给叫停了。拉波尔塔关于原因是这么跟我说的，他当面对我说，如果梅西回来，梅西就会和拉波尔塔开战，而这是拉波尔塔承受不起的。随后梅西就突然不再接我的电话，因为另一边已经告诉他事情办不成了。我给梅西的父亲打过电话，说不可能这样，浩尔赫。而他的父亲让我去和拉波尔塔谈。我反复强调，我们已经和梅西谈了5个月，事情基本敲定，经济层面没有任何疑问，经济层面也规划好了。我们要去梅追克球场，准备来一场像乔丹那样的最后一舞，一切都准备好了。现在我签名支持新的候选人丰特，但是我认为我自己已经不会再回巴萨了。我作为球员和教练的阶段已经结束，只是我现在想讲出真相。梅西没有回到巴塞罗那是因为拉波尔塔不愿意，不是因为西甲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他的父亲要求更多的钱，那些说法都是假的。是主席拉波尔塔和他的团队告诉梅西说不行，说承受不起，说拉波尔塔掌握着全部权力，而梅西会影响这种权力。现在我和梅西的关系已经恢复了，但他一度以为我也参与其中，这对我们之间的关系曾经影响很大。不过现在关系已经恢复了。朋友们，足球世界很精彩，欢迎您订阅咱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点赞、评论、热推和分享，谢谢。咱们继续。我在当时非常希望梅西能回来，而且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梅西可以帮助球队进球，送出最后一传，毫无疑问。而他还要踢世界杯呢，梅西是完全可以在诺坎普再次取得成功的，而且那既是他的愿望，也是我的愿望。梅西现在知道这一点，但曾有一段时间我们无法沟通，那很遗憾。但责任是在那些人身上，在拉波尔塔他们身上。自从我被解雇以后，我和拉波尔塔就没有再联系过。最后一次联系是在对阵巴列卡诺的比赛结束以后，在那之前有2-3个礼拜，拉波尔塔不接我的电话，也不回我信息。而那场比赛以后我们见了面，看台上球迷高喊着哈维是，拉波尔塔不是，所以场面很尴尬也很紧张。几天后拉波尔塔来找我，我对他说，好吧，我想我已经出局了，但请告诉我原因。拉波尔塔回答说不相信这支阵容，我认为那是假的，但我还是对拉波尔塔说，算了，我不会公开攻击巴塞罗那的。说实话，拉波尔塔呀，他们让人觉得在巴塞罗那就必须要和他们站在一起，否则就是敌人。那句所谓的口号，对抗一切，对抗所有人，就是这种思维方式，这是他们的行事方式。这对巴萨球迷来说是种遗憾。我不是反对拉波尔塔，我是支持巴塞罗那。我们需要健康正直的人。过去20年里，我们这里充斥着各种主义，有克鲁伊夫主义、拉波尔塔主义、桑德罗主义、努涅斯主义，但所有人都应该属于巴塞罗那本身。现在嘛，我感觉轻松多了。我之所以离开，是因为我当面反对了亚里杭德罗·埃切瓦里亚。在专访中，哈维还说巴塞罗那俱乐部内部当时所讲述的版本并非事实。
最重要就是曾经造谣说哈维想清洗10名球员，但哈维表示那是假的，巴塞罗那内部的运作不正常。哈维说，外界曾经一直说我签过一份多名球员离队的名单，这件事至今令我难受，因为那不是真的。我们确实做过阵容的规划，但受限于财政公平规则，只讨论过出售1名球员，而且这是和约尔迪克鲁伊夫还有马特乌一起计划的，我们只打算放走1人。不过至于是谁，出于对球员的尊重，我不想说。我当时也没有告诉那名球员，后来拉波尔塔他们也没有给我机会。在那2-3周里，拉波尔塔不接我的电话，也不回我信息。我曾经信任拉波尔塔，而亚历杭德罗曾是我的朋友，但最终是亚历杭德罗把我赶出了俱乐部。大家应该理解，这就是我当时的经历。确实有那么一刻像罗贝托是我的朋友，当时也是队长。罗贝托来问我，哈维，你真的不希望我留下吗？我告诉他，事情恰恰相反，我正是因为为他的续约辩护才遭到了攻击。后来罗贝托告诉我，是亚历杭德罗在向多名球员散布这种说法，而我认为我的朋友们都应该是相信我的，我一直对他们都坦诚相待。我和皮克，我们是多年的队友，我们也曾经谈过，我也和我的朋友阿尔巴谈过，我告诉阿尔巴，他是时候离开了。既然如此，我怎么可能不对其他人坦白呢？我是一个足球人，更衣室有它的规则，如果你不遵守，就会失去整个更衣室。但亚历杭德罗一直在破坏这个叙事，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这也是我做这次采访的原因。我一直在忍，一直在忍。但拉波尔塔主席现在说我曾经在过去想清洗10名球员，这不是真的，绝对不是。我也不是因为怨气在发生，确实还有很多事情让我难受，但我不是出于怨恨，而是出于公正。我希望大家知道，巴塞罗那内部的运作并不正常，我亲身经历过，这就是我想传达给球迷的信息。我尊重球员们，也尊重主教练弗里克和俱乐部，但我现在发声也是出于对自我的保护。球员们不能公开谈论我，一切都很紧张，所以我接受这一次采访也是希望会员们能明白俱乐部内部正在发生什么。我发自内心的认为，巴塞罗那俱乐部需要自上而下的改变，无论是结构还是专业性，对我来说这非常清楚。我必须亲口说出来，我们不能依赖那些不够正直的人。至于主教练弗里克现在的情况，我不想多谈，因为我已经不在巴萨其中了。我只说一点，过去我没有被善待，就像当年的科曼也没有被善待一样。但是我当然理解更换主教练的决定，所以我不是出于怨气。没有赢球，而你在巴塞罗那执教，成绩就是一切。所以我说的呀，不是换帅本身，换帅很正常，而是这些人做事的方式不对。因此我认为巴塞罗那俱乐部现在需要整体性的改变。我尊重总监德科，但德科也受制于埃切瓦里亚，真正做决定的是埃切瓦里亚。我现在非常喜欢弗里克执教的巴塞罗那，现在的巴塞罗那球队踢得很有统治力，也很有进攻性，巴萨球迷看得很享受，我也很开心，因为我认为我们为这个项目的延续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现在球队的中轴线是亚马尔、佩德里、巴尔德、库巴西、费尔明，这些都是我们当初压住培养的人，这是我最自豪的遗产之一，甚至比那2个冠军还要重要。我和现任主教练弗里克的关系也非常好，我们经常互发信息，我会祝贺他球队的表现，也会聊一些足球。事实上，在一个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他还曾经来到我家里，那很值得尊重。当我问到他，当我还是巴塞罗那主教练的时候，俱乐部是否已经在和他接触的时候，弗里克过来向我道歉。在那2-3周里，俱乐部已经决定要让我走了，但没有人当面告诉我。弗里克为此道歉。我们聊了2个多小时，非常坦诚。俱乐部让他不要告诉我，所以他才到我家里来道歉。弗里克是个好人，也很正直，我也祝他一切顺利。现在我和有些球员也有联系，我和他们的关系很好，我会祝贺我们曾经共事过的那些球员，这让我很骄傲。我们在更衣室里像一家人，我一直也都对球员坦诚相待。现在我没有继续执教那些球员，我也不感到遗憾，完全不会。恰恰相反，我为他们感到高兴。像拉菲尼亚、克里斯滕森、莱万多夫斯基、孔德都是我们当时签下的，是和约尔迪克鲁伊夫、马特乌阿莱曼尼一起规划的。现在看到菲尔明、亚马尔，在我看来亚马尔已经是世界最佳之一了。还有我们为拉菲尼亚调整位置，让他更多的去冲击纵深。当然我作为主教练也犯过错，当然有，我们都会做错一些事儿，也进行了很多自我批评。我个人也反思过，后来也和教练组多次开会总结过。
简单来说，我对俱乐部的要求从高到低。我刚刚从卡塔尔回来执教的第一个夏天，我就对拉波尔塔主席说，如果不引进某些球员，我就不会继续执教，因为我们无法在最高的水平竞争。他当时听了，我们赢得了联赛，在面对拥有克罗斯、莫德里奇等等刚刚拿到欧冠的皇马的时候，我们也很有竞争力。但到了第二个夏天，我的要求降低了，这就是我自我批评的地方。具体就是因为当时布斯克茨离队，我要求签下苏比门迪，但因为经济的原因被拒绝。之后约尔迪克鲁伊夫因为受到了轻视而离开，要知道那可是克鲁伊夫的儿子，而他们却打着所谓克鲁伊夫主义的旗号。我当时说我们刚刚赢得联赛，1个半月以后他们又解雇了阿莱曼尼，那时候我就应该离开，只要我们掌握主动权，球队就在上升，而当他们开始主导的时候，一切就下滑了，这不是巧合。现在我和拉波尔塔的关系也很好，非常好。事实上是他签下了我，但他最终让我失望，因为他在没有对我说实话的情况下解雇了我，而且是受到了一个在我看来甚至凌驾于主席之上的人，是亚历杭德罗·埃切瓦里亚的影响。换句话说，决定让我走的人是亚历杭德罗。虽然这很难让人相信，但现在的巴塞罗那就是这样运作的，实际上几乎就是亚历杭德罗·埃切瓦里亚在主导。我也曾经和他关系非常亲密，我们曾经是朋友，所以也许这是我离开巴塞罗那最大的失望，他彻底辜负了我。当时发生了什么呢？我来说一说吧。在我执教的最后一个赛季的1月份，我主动告诉他们，出于对俱乐部和我个人的考虑，我将在6月离开。之后球队开始赢球，在我们欧冠输给巴黎、联赛输给皇马之前的2-3个月里，是他们不断地对我说我必须留下，一直在试图说服我。我还专门和亚历杭德罗当面谈，因为我知道真正做决定的是他。我对他说，你是怎么看的？我有疑虑，因为你们希望我继续，但我并不完全确定。亚历杭德罗告诉我，他们正在为下赛季做准备，正在规划，主席的态度也很明确。然后我们在欧冠被大巴黎淘汰，那时候亚历杭德罗给我打电话，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时正去学校接孩子。他说我们需要开个会，董事会已经开过会了，多数人对我继续执教没有把握，他让我去训练基地，我说没有问题，我本来就说过要离开，也没有继续的必要。而那一次寿司晚宴是在主席拉波尔塔的家里面，拉波尔塔后来也没有讲真话。那天他当面对我说，哈维，我无法想象没有你的球队，也无法想象没有你带队开启新诺坎普球场，更无法想象在俱乐部125周年庆的时候没有你担任主教练。其实我当时还有动力，我也看到了这批年轻球员的未来的潜力，于是我觉得自己可以继续，我只要求要对阵容做出调整。后来我们召开了一次规划的会议，我的整个教练组都在，还有我们和亚历杭德罗·德科一起商定要引进的2名新体能教练，劳尔·马丁内斯还有胡里奥·图斯。就在那个时候，亚历杭德罗突然开始大声的指责，说我的体能准备是一场灾难。我当场就打断了他，说这不是真的，因为数据证明自2003年以来，没有哪支巴塞罗那的跑动数据超过了我们那支赢得联赛冠军的队伍。我们从来没有因为体能问题输球，那是他们用来为了解雇我制造的说辞。而且劳尔·马丁内斯也是我的一位亲密朋友，他也接受了亚历杭德罗的那套说法，站在他们那边。当时我问亚历杭德罗·埃切瓦利亚，他的具体职务到底是什么？因为现场还有体育总监德科和德科的助手博扬。亚历杭德罗在那里决定我不能继续，但没有当面直接告诉我你被解雇了，而是拖了2-3周。在那段时间，他们在媒体上对我发起了一场攻势。更糟糕也更让人失望的是，亚历杭德罗去找一些球员，比如罗贝托、阿劳霍、佩德里、拉菲尼亚，说是我想卖掉他们。好的，老 K 给大家复盘一下当时的情况啊。一开始是哈维在1月份被黄色潜水艇比利亚雷亚尔打爆了之后，主动撂挑子提出离职，可当时主教练弗里克那边还没有定下来。本来弗里克的首选是要回归拜仁，但被拜仁高层否了，所以弗里克才接住了拉波尔塔伸出的橄榄枝。如果弗里克当时不来巴萨，而哈维又走了，那么教练席上就没人来了。毕竟巴塞罗那的财务状况当时也不可能请得起什么名帅，给弗里克的工资也挺少的。等到弗里克定下来以后，就找了个理由把哈维给踹掉了，卸磨杀驴嘛，这也是很现实的选择，因为当时哈维的带队成绩确实不怎么样。
而拉波尔塔本来没有想到，在1月份哈维会主动撂挑子提出离职。当时俱乐部内部已经有压力，但是作为主席，拉波尔塔的想法应该是先要避免当赛季的局面崩溃，找好接班人再踹掉哈维。结果反而被哈维先将了一军，就只能先稳住哈维，再从长计议。事实上，不管拉波尔塔事后怎么编故事台面下大概率肯定不平静，只不过当年的哈维离队的时候没有发作，甚至在第2年出席活动的时候还和拉波尔塔勾肩搭背，关系很好。当时看起来拉波尔塔已经把跟哈维的这摊烂事屁股给擦干净了，或者当时哈维和拉波尔塔也有一些利益交换吧。但现在大选之前，哈维之所以突然开炮，是因为丰特的团队将哈维拿下了。那么在体育世界，在足球的世界，成绩才是唯一的试金石。哈维在巴萨也拿了1次联赛冠军，弗里克也拿了1次，所以到现在为止，哈维在巴萨的影响力还是挺大的。但弗里克这边迟迟不愿意跟巴塞罗那续约，已经表明了态度，必须要拉波尔塔继续连任，弗里克才会留在巴萨当主教练。所以涉及到主教练和主席这种事情，一定是关于政治，所有的事情不可能干净，没有多少主教练在被炒掉这件事情上跟管理层是愉快的，因为管理层必须要事先和潜在的候选人谈定了，才能踹掉当前的主教练。所以在那个敏感的过渡时间段，其实俱乐部管理层是脚踏2只船。那么最重要是哈维帮助丰特团队在这个重要的档口炮轰，而且爆出来梅西之所以不能回归巴萨，不是因为拉波尔塔年年哭穷。拉波尔塔反复强调是巴萨的财政负担不起梅西，塑造梅西和他的父亲贪婪的形象。但哈维的这次爆料提到了，在23年经济方面已经不是问题，纯粹就是拉波尔塔不愿意。但出于现实的考量，拉波尔塔不愿意梅西回归也是有他的道理的。毕竟21年梅西从未被要求要在 50% 工资的基础上继续降工资，结果就突然被离队了。21年拉波尔塔得罪了梅西，那么23年梅西如果回到巴塞罗那，凭借巨大的影响力，在球队内部一定是梅西说了算，而不是其他任何人。这也势必影响到拉波尔塔及其亲信的权力范围。在今天巴塞罗那和纽卡斯尔的欧冠赛前发布会上，弗里克也被问到了这一次哈维的开炮。弗里克说，我和哈维是同行，我和他的关系非常好，在我接受巴萨之前，我确实曾经去他家拜访过，但对话内容是私密的，就像我对妻子或者另一位教练说的话一样，我知道真相，但我不会公开评论，我只想说我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所以弗里克作为德国人呀，他的道德确实是非常崇高，既承认确实有这件事儿，但潜台词也说了我觉得私人谈话内容不应该被哈维这样讲出来，这会影响到巴塞罗那球队。有意思的是，西甲主席特瓦斯今天也在电视节目接受了采访，回应了这次哈维的炮轰，而且予以否认。特瓦斯表示，西甲方面从未批准巴塞罗那要回归梅西这笔操作，也不存在哈维所提到的在经济层面已经得到了许可。特瓦斯说，这不是真的，西甲没有批准任何事情，也没有为梅西回归这笔操作开绿灯。但值得指出的是，在当年拉波尔塔接受采访，他自己也说过，我们已经和西甲达成了协议，允许我们将梅西加入球队。所以哈维估计也是听了拉波尔塔的话，以为西甲已经同意，但现在西甲主席却站出来否认，这说明很可能是拉波尔塔自导自演的戏码，炒作一番要梅西回归，所以所有的球员都得降薪，等到所有的球员都同意降薪水了，又说梅西不能签回来。但是大家也要记住特瓦斯这个人说的话，我老 K 是一个字都不相信。说真的，现在特瓦斯和拉波尔塔很有可能是联合起来对抗皇马的老佛爷，所以在拉波尔塔竞选巴萨主席这件事上，特瓦斯站在了拉波尔塔一边，正在帮着他洗白。好，关于这件事现在引起了许多讨论，有一位加泰罗尼亚的企业家霍梅罗雷斯在电视台也参与了讨论。他说关于西甲联盟和梅西的事，哈维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我当时参与了梅西离开的过程，也了解西甲联盟的态度，说西甲联盟在2023年同意了一份所谓梅西的合同，肯定不是事实。而且如果真的发生哈维说的那种情况，主教练合理的反应应该是立刻辞职。如果是我和像梅西这样的同事以及朋友谈判，让他回归，这对球队至关重要。但因为个人原因，主席又说不想要梅西，那我就要辞职如果事情真如哈维所说那样，
人生在世，总该有点起码的尊严吧。我觉得哈维的话可能会在巴塞罗那选举对公众产生影响。现在正在进行的选举活动，哈维又支持了丰特的候选人资格，哈维为丰特签了名，很明显哈维就不希望拉波尔塔获胜。所以关于这件事情现在真是演成了罗生门。今天的马卡电台谈到，如果哈维说的这件事被梅西证实，那巴塞罗那内部的根基就会震动。一旦梅西公开支持哈维的说法，影响将会非常巨大。即便只是来自梅西的一条简单信息，也很可能改变巴塞罗那整个舆论环境。只要梅西说一句哈维说的一切都是真的，那么巴塞罗那的故事都会因此改变。这样的表态甚至可能直接影响俱乐部当前的选举形势，这会让整个竞选策略发生变化。梅西在巴塞罗那历史中的地位依然无人能比。巴萨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球员就是梅西，不仅因为冠军的数量，更因为他改变了俱乐部的历史。所以梅西如果对俱乐部的政治讨论表态，那么会产生直接影响，这会改变一切。到时候再谈什么新球场的计划或者其他的提案，都可能被完全盖过。而哈维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他当时作为中间人和俱乐部沟通，而最终是主席拉波尔塔拒绝了这件事儿。现在这个消息出现的时机非常关键，这是最严重的一点。毕竟梅西是俱乐部历史上最重要的球员，而哈维在候选人辩论前夕把这件事情公开出来，所以这不仅会影响巴萨的当下，也会成为整个世界足坛关注的焦点。好，今天的每日体育报也专门揭秘了埃切瓦里亚是个什么角色。尽管他在巴塞罗那没有任何正式职务，也不领取俱乐部薪酬，但长期以来在多项重要的决策中他拥有发言权。在过去关于哈维是否继续执教一线队的讨论中，他就是关键的参与者之一。早在拉波尔塔的首个任期内，埃切瓦里亚便在俱乐部内部拥有重要的影响力，他一度成为更衣室和管理层之间的沟通桥梁。他与多名球员保持良好关系，包括哈维、梅西、阿尔巴等人。在球员圈内，他被认为办事效率很高，能迅速解决实际问题。他的影响力也不仅限于更衣室的层面。在拉波尔塔第二个任期的初期，俱乐部完成了银行担保，以顺利就职。埃切瓦里亚被视为关键人物之一，他拥有广泛的国际人脉资源。此前在奥巴梅扬加盟巴萨的谈判过程中也发挥了中介作用。此外，他还曾促成前高层哈乌梅·费雷尔前往加蓬，协助推进加蓬当地联赛的职业化进程。在体育管理层面，他和德科等人关系密切，并参与了德科回归巴塞罗那、进入体育总监体系的谈判。而属于拉波尔塔阵营的成员前副主席马里亚·埃琳娜·福特也说，在我们这个团队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我认为在目前的项目运作中，埃切瓦里亚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另外，巴塞罗那的顾问马西普也在采访时评价，埃切瓦里亚是主席拉波尔塔非常信任的朋友。很多人批评他，但他很出色。外界有人说他应该领取薪水，拥有正式职务，但他从未有此意愿。他和球员的关系很好，当有人遇到问题时都会联系他，不只是拉波尔塔，罗塞尔和巴托梅乌时期也会在球员的问题上咨询他。有人试图抹黑他，但那都是不实之词。他在球员工作方面做得非常出色。哈维和他关系密切，主席之所以重视他，也是因为他能在体育、政治和社会层面建立联系。不过现在另一个候选人丰特方面持续地对埃切瓦里亚的角色提出质疑。丰特指出，埃切瓦里亚虽然没有正式进入拉波尔塔的竞选团队，却在俱乐部拥有极大的话语权。他还提及了埃切瓦里亚的个人背景问题，并说埃切瓦里亚在俱乐部拥有很大的决策权，他参与医疗团队和体能教练的决策，这也是弗里克对近期一线队伤病情况感到担忧的原因之一。丰特表示，如果自己当选，就不会留用德科，因为德科是拉波尔塔和埃切瓦里亚的新任人选，也是埃切瓦里亚的合作伙伴。好的，过去老 K 认为这一次巴萨的主席选举本应没有太大悬念，因为拉波尔塔带队的成绩非常好，还解决了财务危机问题。但没有想到哈维的出现影响了拉波尔塔执政的根基。在最近的主席选举辩论上，围绕了多个话题展开交锋。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谈到了哈维的采访，也谈到了梅西。在关于哈维的采访，拉波尔塔说，我很惊讶，也很难过。当我看到哈维的这些言论时，我会想到弗里克。
做巴萨主席很艰难，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我做了我该做的决定。我认为和哈维在一起会输球，而和弗里克在一起会赢球。我理解哈维受伤的感受，用同样的球员，弗里克赢球。我难过的是，哈维被人利用，为了攻击我而攻击埃切瓦利亚。埃切瓦利亚和尤斯特曾经支持哈维留任到最后。哈维背后有人在利用他，那就是丰特。丰特试图让选举过程变得粗暴。那么丰特是这样说的：很多巴塞罗那球迷今天起床的时候都感到难过，因为看到像哈维这样的俱乐部传奇站出来，这是一个勇敢的举动。他说出了真相，离开俱乐部的人并没有这么做。很多球迷对现在这种内部对立的巴塞罗那感到失望。现在的巴萨是在谎言中被治理。前主席的钱连进，埃切瓦里亚没有经过任何选举，他的理念也和俱乐部的价值观不符。我们相信会有社会多数支持要改变。至于说我在给那位举报的会员增加可信度，这是诽谤。我曾公开表示，俱乐部问题司法化对巴塞罗那有害，这一点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周日会有很多人希望翻篇。而关于梅西拉波尔塔说，关于梅西，我们提议在球场完工后为梅西建立一座雕像，并举办一场致敬赛。我们竞选团队的体育项目将由弗里克在场边执教，德科在管理层运作，目前运转得非常好。我们会打造一支有竞争力的球队，如果能够继续下去会很好。而如果丰特上任，那将是这个项目继续下去的最大问题。丰特说会撤掉德科，并让3个人共同负责管理。而弗里克已经说过，如果没有德科，他就没有继续下去的意愿。哈维在采访中也解释了我解雇他的原因，他放松了下来，无法兼顾职业和个人生活。哈维曾说巴萨无法和皇马竞争，而德科告诉我，哈维曾要求更换一些重要的球员。我告诉德科，如果那样的话，我们无法继续合作。有些他不看好的球员后来成为了我们的重要成员。哈维对阵容和裁判始终不满，一直强调阵容不具备竞争力，这种说法是反复出现的。至于梅西，当初因为经济问题无法完成续约。23年3月中旬，哈维来告诉我梅西想回归，我把合同发给了豪尔赫梅西，也就是梅西的父亲。到了5月，豪尔赫梅西告诉我，如果回到巴萨，梅西会承受太大的压力，他们更倾向于去迈阿密。而对待梅西丰特是这么说的：这是信誉问题，梅西的看法和哈维说的一样。我们该相信一位有说谎历史的主席吗？总有一天梅西会亲口说出真相。因为个人利益和历史最佳球员的关系破裂，在成千上万的巴萨球迷心中留下伤口，却试图用雕像和致敬赛来修复，这令人遗憾。没有拥有历史最佳球员，这是我们巴萨球迷心中的伤痛。有梅西的巴萨呢，会更伟大。拉波尔塔在21年曾说，如果他赢得选举，梅西就会留下。事实证明，唯一没有计划的人正是拉波尔塔。巴塞罗那属于15万名会员，而不是某一个主席。梅西哭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在哭。和梅西断绝关系，却和弗洛伦蒂诺站在一起，这让我们希望改变。拉波尔塔还到处给人发所谓好巴萨人和坏巴萨人的标签，比如对哈维和梅西就是这样。另外，除此之外，丰特还攻击在拉波尔塔任内亏损了10亿欧元，还低价的卖资产给可疑的公司，意思是有贪污腐败的迹象。不过我们可以明确的一点，报道已经证明，梅西仍然不会在巴萨的选举前表态。梅西不想影响任何人，所以老 K 也做个总结吧。我个人相信哈维在这件事上没有说谎。我相信拉波尔塔是出于政治的考量，怕梅西回来影响自己的权力结构，所以拒绝了23年梅西的回归。至于当时西甲联盟到底有没有同意梅西的合同，这并不重要，因为如果真心想要梅西回归，一切的经济障碍都可以跨越，甚至我相信梅西自己也会大幅降薪来满足自己回归巴萨的梦想。好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老 K 仍然预测拉波尔塔将以比较大的优势最终成功连任巴塞罗那主席。另外，今天关于伊朗女足的消息，已经有5名伊朗的女足队员担忧自身安全，所以离开了球队下榻的酒店。目前他们由澳大利亚警方保护，处于安全状态。这主要是因为上周一的首场比赛前，这些女足球员在伊朗国歌演奏的时候保持沉默。这一行为在伊朗国内部分强硬派人士看来被解读为叛国的信号。
所以在周四的第2场比赛前，球员们被迫演唱国歌。而在周日小组赛末轮对菲律宾的比赛前，他们不仅再次演唱国歌，并且行了军礼。但现在这些姑娘的支持者们呼吁要阻止他们被遣返回伊朗，担心在伊朗的新的强硬最高领导下，这些姑娘可能面临迫害。特别是伊朗和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在升级，这些女球员的安全风险进一步增加。所以支持者们在周日的小组赛末轮伊朗队失利以后，他们聚集在球队巴士周围，高喊着救救我们的女孩，要求警方予以保护。而当地伊朗社区的成员表示，从巴士外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巴士里面至少有3名球员用国际求救手势示意想求救。现在当地社区的成员补充道，已经有部分球员成功脱身，这是令人振奋的消息。还有伊朗的前政府巴列维王朝的海外流亡组织负责人表示，也正在关注此事，并且呼吁澳大利亚政府确保球员的安全。他在社媒上表示，如果这些女足球员被遣返回伊朗，将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负责人写道，这些姑娘们勇敢地拒绝演唱当前政权的国歌，这种公民不服从的行为可能会在回国后遭受严重惩罚。我呼吁澳大利亚政府确保他们安全，并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这件事情甚至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声。他说，澳大利亚政府应该为这些女足球员提供庇护，如果澳大利亚拒绝，美国愿意接纳这些球员。特朗普在贴文中写道，如果允许伊朗国家女子足球队被迫返回伊朗，澳大利亚就会犯下一个严重的人道主义错误，他们很有可能在那里被杀害。不要这样做，总理先生，给他们庇护吧。如果你们不这样做，美国会接纳他们。好，另外昨天咱们介绍的葡超联赛，本菲卡2-2战平波尔图。在比赛尾声，本菲卡主帅穆里尼奥又被红牌罚下了。他是和波尔图的替补席发生了争执，被裁判出示红牌。随后在穆里尼奥走向球员通道的过程中，还向波尔图教练组成员利诺·贡迪尼奥做出了带有羞辱意味的手势。赛后穆里尼奥对自己被罚下做出了解释，他说，裁判说我是因为把球踢向波尔图替补席才被驱逐的，但这完全是谎言。很多时候，只要我们球队进球，我都会把球踢向看台，给现场幸运的球迷一个获得纪念球的机会。我知道自己的脚法不算好，但那一脚球确实是朝着看台的方向去的。我感觉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被冤枉罚下了。而且第4官员整场比赛的工作都做得非常糟糕。而我和波尔图教练组成员发生冲突的理由嘛，是因为他整场比赛连续50次骂我是叛徒。我希望他能说清楚我到底背叛了什么。我曾经为波尔图队付出了全部心血，倾尽所有。他哪怕用其他任何一种我能接受的方式辱骂我，我认为这是对我职业素养的攻击，而这正是我最为珍视的东西。在这件事上，老 K 的态度很鲜明。波尔图队历史上一共获得2次欧冠，86到87赛季、03到04赛季，获得过2次欧联，02到03赛季和10到11赛季。这其中欧联、欧冠2连冠就是穆里尼奥带来的。所以波尔图球迷骂骂也就罢了，但波尔图的助理教练等等工作人员，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资格骂穆里尼奥。能够为波尔图拿到03到04赛季的欧冠冠军，这一份恩情任何人都报答不了。说实话，真正的波尔图球迷也不应该骂。好的，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喜欢的话欢迎您订阅，也欢迎您点赞、评论、热推和分享。咱们明天再见。